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，请审判长许可。同意。什么录音？你要陈述私下还有别的接触吗？没有啊，什么录音我也不知道，谁录的，什么时候录的，这不知道。来看一下。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，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，那按照法院的判决，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，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。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，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是，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，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，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。您说，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？想涮我，这种人还没生出来。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您操心找陈硕去啊？让他念你的好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找你，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？对吧？我找你，我不找你找谁？我找你有事儿，你爱来不来？正宗公才有十几个人，7、8条枪，玉皇军之道。韩主任，这么晚有事儿吗？爱情真伟大，为了陈硕，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。陈硕是我的当事人，我现在是他的律师，我当然要为他负责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你看看你，我一直说你这个级别得改得改，你就是不听。来，听听这个。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是，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，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，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。您说，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？有了这个录音，法官一听就明白了。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，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，之所以动手脚，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。什么时候录的？陈硕被关进看守所，我就知道了。不把他弄进去，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，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、见义勇为的好律师。行，打住啊！我刚有点感动，这肯定是正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但我还要表明我对您的敬意。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，但是我接受。师傅，谢谢您。姜还是老的来，这我拿走了。今天，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，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，内心是充满悲哀的。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，可对方却罔顾诚信，践踏合同在先，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。他们不光在欠款得手后，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，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、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。所谓是背信弃义，恩将仇报，莫过于此。我们承认，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，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。在这里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，根据协议第8条之规定，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，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，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，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。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，
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这560万元。其余的部分，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。谢谢。说得好。全体起立。按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，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。自诉人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，罪名不能成立。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其纠纷应另案处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95条第3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陈硕无罪。薛律，对于这次胜诉，您有何感想？胜诉是必然的，法律是公正。我们无这事儿我知道。喜欢你飒，谢谢啊，喜欢你专业。打扰一下二位，罗律师，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，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们将起诉名山集团，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。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，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。谢谢。谢谢您，罗律师。马上上诉。孙总，许律师，学界认为这起案件是一场合同纠纷。等会儿。为什么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？听他说着。是否有意打击同行呢？我们坚持认为，陈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，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，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你看看人家那心理素质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我们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他的行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插一句话啊。刚才是您说的吧？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，是不是？那说的直白一点，不就是打击我吗？在这案子里面。但是作为当事人呢，我不认同这个观点。徐老师是法政先锋，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。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，在法庭之外，他是我的前辈，我也很崇拜他。来，给我们拍个照吧。谢谢，来。他们看着还挺好。输了官司什么感受？别忘了，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，这次就算输了，也不是输给你。嘴还挺硬的，这官司输了，这律师费拿不到了，他们要出卖我，肯定也会出卖你的。放心吧，明山会上诉的，哪怕我收不到费，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。咱们走着瞧。输了官司，别不开心啊！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，好吧？再见，许律师，拜拜。治不了他了。来。哎，法院门口注意形象。我得宣誓我的领土主权啊！我提醒你啊，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的，小心许卓撺掇明山上诉，再真把你给弄进去。我怕他呀。我女朋友是谁呀？我女朋友是罗英子，罗的律。为了她男朋友，怎么可能输官司呢？是吧？行了，去吃饭吧。就看着呗，谈了。我报3秒钟，1、2、3，可以了。秋吕终于有笑模样了。我当初说什么来着？我说许卓这小子，爬得高摔得惨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哎，该，太该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这卯着劲儿，第3次为了送你，给他送去。这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，然后呢，诚邀你从我所里出来，咱俩单干呗，好不好？当老板，自己当，赚钱多。逗我玩？诚心的。别闹了。不行，
怎么不行啊？不合适，哪儿不合适？我还是觉得呀，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儿干。你去他们所去，你想啊，夫唱妇随，夫妻老婆店，这多好啊！你干嘛老瞪着我呀？我必须瞪着你啊！咱俩一块儿干，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，你能帮我担着点儿？真损你！你这，我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。我进了他们所，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，他要负连带责任，那是我的挚爱，我哪忍心呢？我是那背锅的啊！开玩笑，我跟他都是刺猬，俩人在一起太近了，彼此伤害。出来呗，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也跟你说实话，我就觉得呀，自己干，压力太大了。哎呀，这谁没压力呀？在哪儿没压力呀？你在大诊所没有压力吗？我问你。我在大诊所，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？我每天上班去，沏壶茶，上网，养养乌龟的，家里边也没压力啊。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，孩子学习也不错，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，我还能分点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说老哥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躺平了？你叫养老吗？我问你，人得折腾，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，好不好？咱这么的，重活累活，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？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，这所里，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，是吧？弄个盆栽，没事刷刷手机，多清闲呢！自己当老板赚钱多幸福着呢，好不好？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，我都有点动心了啊！必须动心，就这么定了，来。哎，不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可以的。嗯，那行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就咱俩开律所，是不是得有？分成。谁不关心这个？1:1，1:1，成不成？不行，那还得有个合约什么的吧？你说签就签。行，我信你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又上了个套了？哎，那还有一个事儿，说，就咱俩成立律所，人忒少点儿，咱俩不适合在外面跑颠颠了，得有个跑腿的。是吧？跑腿来了，薛律师。哎，黄人，我思考过了，多少分？429分。可以，他当时360压着线过，你比他强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属于特长生。师傅，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，跟着您学习。可以，我这正好跟你薛哥商量呢，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，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呗。行啊，没问题啊，只要你带着我玩。想个名字。对，想个名字。想名字，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。那什么呀？朔风，风朔，太难听了。风朔不行，朔风，素风，素风也不行，要不把嘴闭上吧？职业素养。不好，你再想。其实我想了个名啊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，可是挺好。什么呀？铜钱所。外圆内方，多好的名字啊！闪耀着价值的光芒，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。你呀就嘴行，还天天的钱串子，干的全是赔本的买。我觉得是行的。哎，要不我们改2个字呢？相同的同，乾坤的乾，头顶同一片青天，心中同一个信念。我觉得这行，这有意义，比你那强。铜钱，同一片天空下，想的都是钱，就铜钱所了啊！同一片天空下，咱想的都是钱，钱就来了。来，铜钱所成立了。来，铜钱没有的嘛？有，多来点。铜钱所，铜钱所，差不多了啊，该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！哎呦，慢点。贵客，有失远迎。哎，你好。薛律师，哎，快去见面。小刘，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啊！好嘞，快，请您快动作。来，哎，我来。茶都给你们泡好了，压箱底儿的好茶呀。哎，尝尝，一会儿啊，走的时候一人带点走啊。孙总，咱先不着急喝茶，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，好吧？那天下庭的时候，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？咱们名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？
不能够。您别听这个许卓呀，他那胡说八道，那是他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明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了。真是他自己的主意啊！陈律师，您也替我想想，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，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。咱们之间的事儿呢，是我不对，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，可我也是被逼的呀。现在您把我告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努力的改正。孙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，我们这边撤诉了。撤了，撤了。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，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。哦，估计这2、3天呢，法院就会通知你。哎呦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啊，陈律师，你真是太大度了，我惭愧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孙总，这老话说的嘛，这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也有我的问题，之前呢，我也是太较真了，一根筋啊，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明山集团的情况。那现在呢，我看出来了，您确实是想先救企业，不是想不还钱，所以呢，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您要是就这样就翻篇了，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3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？您的那个代理费，按照我们合同来算，应该是800多万。您呢提走了560万，剩下的您放心，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。不，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，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，可是这其中呢，良政所的部分，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，都已经返还给你们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，行不行？那没问题啊。那我再来谢谢你。哎呦，您别这么客气。孙总啊，哎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跟陈硕呀，我们俩出来单干了，自己成立一个律所。以后呢，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，法律上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跟我们联系。哎，那就别以后了，咱们现在就办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。虽然这1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，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，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，所以我正想换。哎，这么着，我呀尽快拟个合同，我们签了它，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哟，说好了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谁找我啊？师兄，好久不见。罗英子，哎呀，大美女，越来越漂亮了，坐。哎呀，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帮一个死刑犯打到发回重审了，厉害啊！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哎，我给您一张我的新的名片，我现在不在良城所了，我自己给自己打工。当年我就说你有本事嘛，罗总。哎，别。那师妹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师兄。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？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。哦，有一个，那是小案子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怎么了？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？应该算很信任吧。当年的时候呢，他的经济比较窘迫，也没什么正式工作，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。我就帮他打的这个法律援助。当时呢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免费的律师嘛，肯定不上心。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，还帮他呢拿到了6万多块钱的补偿。你这么看，他肯定很信任我。那您知道他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？梅先生什么事儿啊？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，因为这个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，这事儿您知道吧？啊，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。他呀？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。对，您也了解梅先生，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。所以当年呢，这个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，拿杨翠丽当枪使了。所以我这边呢，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？梅先生啊，不想让我去找他，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，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。不过呢，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，但是他也什么都没说，所以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也只有推测，没有证据。你看是这样啊，师妹，
这个杨翠丽呢，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。我代理她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。但是去年她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，跟我说工作找到了，也生了孩子了，生活算是稳定了。咱们这个时候找她聊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有点？我们不惊动任何人，只是私下找他谈谈，行不行？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，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他不想犯案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，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。师兄，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，那我又是他的学生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。行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。杨女士，那天突然去找您，确实是太冒昧了。我为我这样的行为，对您说声对不起，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小杨啊，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，如果他真是无辜的，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。杨女士，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而来，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，他反对我调查此事，因为他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，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。他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啥？首先，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。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执业资格，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，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，我相信同为女性，也一样在折磨着你。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，不然10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，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。我以前跟你说过了，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。小杨，罗律师这次找你呢，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，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，他只是想帮你一下，梅先生。我不信，你们谁的话我也不信。要不师兄，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？好，你聊。哎，谢谢。梁女士，这是她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她只是想要一个真相，她说了绝对不会犯案的，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，因为她也跟我说过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一个女人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，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。如果您肯给她一个真相的话，她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。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。他自己怎么没来？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。他说，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，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。如果我说了，这件事就能过去吗？是的。那承诺书在这儿，选择权也在您。
韦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说一声。是英子让我过来，说跟良诚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。听个故事？什么故事？我们到会议室说吧。好。韦先生，合伙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开始听故事。是这样，10年前的一天，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，那天良诚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，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，他叫杨翠丽。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，但是她心理压力巨大，所以她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。但是很不巧，那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，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。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，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。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我可没见过这个人。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呢。韩律师，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，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陈晨，您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天一早，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，就去找梅先生哭诉。你先别说，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？行，来，你接着说。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，我到现在还留着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，就是神经质。我约谈你个工作，你就叫骚扰，那你以后别工作了。梅主任，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，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。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，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杨翠丽来了。你看这事儿，您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找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我找于大良律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于律师他出差了，我不在所里。那梅律师呢？哦，那这样，您在沙发稍坐一下，我给您问问。梅先生，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。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？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，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，他们呢，一是不肯道歉，另一方要到律学投诉，就这么僵在那儿。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，他是去了，但是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蒋女士，你来了，你找梅主任？对，他在吗？他这会儿忙，走不开。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也没啥大事儿。没事儿的话，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？杨翠丽找不到梅先生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正当她失望的想离开良诚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杨小姐，你好，杨小姐，我是梅主任的学生，我叫张志。梅主任呢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能忙完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。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，在那儿，
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。在座各位的照片，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，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上午，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。虽然说了不同的话，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如果她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，那她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，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。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，并公布出来。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，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。我今天回来啊，一不是为了翻案，二不是跟大家算账。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，做出那些举动，那可能是他的问题。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。今天在这儿呢，趁这个机会，咱们把它说开。好吧，我先说。梅先生，我上学的时候，您是我的导师。我过司考的时候，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，是您把我招进了良城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您曾经的帮助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可是，您跟于先生，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良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？我们怎么了？你们专横、霸道、说一不二。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，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，但在二位的面前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还是小跟班儿。稍不顺从，就变成了大逆不道。没错，梅先生，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儿吧？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。这案子呢，是我找来的，也是我主打的。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呀，稍稍提了点看法。于先生呢，就在开早会的时候，当着全所律师的面儿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，丝毫不留情面了。可后来，我们分配给你的，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。可我在意的，不是你们多给的钱，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。还有我，在我升合伙人的过程中，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，创收不够。其实真正的原因，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，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。那是我当你们的面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。梅先生，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，心里有多屈辱吗？方丽红，那你呢？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，还提你当了创始合伙人，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？梅先生，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。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，别人
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。没错，我是创始合伙人，但是我有创始合伙人的权利吗？每一次的合伙人会议，不都是于先生开头，您来结尾，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，就像空气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翠丽出现了，是吗？对。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，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。为此，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。这是全部的事实吗？当然，这并不是全部事实。那你说，事实是什么？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玉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，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？没那么夸张吧，但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这事不会那么简单吧？既然梅先生都说了，今天把话说开，我承认，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。只是巨大的风险，不是巨大的利益吗？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，英子？当年的铸成案，利益非常大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分配的权利。可是呢，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。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。这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。我来说，铸成案有巨大的利益，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，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，都不用我们自己人。是啊，梅先生，你也知道，当时铸成案，您是用良成所的名义接下来的。一旦出现问题，不止您和于先生，我们作为良成所的合伙人，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。巨大的利益，我们得不到分配，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，凭什么呀？所以，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铸成案的情况，到底是谁告的密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事到如今，没什么不可以说的。是许卓。这是我始终不愿相信的事实。铸成案，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，利益一致。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？梅先生，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。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，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。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，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。您觉得他甘愿去冒这个险吗？所以那天，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，你们大家凑在一起，并不只是发泄对梅于先生的不满，你们还在讨论铸成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杨翠丽出现了，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可以轻松地扳倒梅于二位先生，从而把铸成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。当然，雪崩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。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，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，抢走了他们的案源。
剥夺了他们的利益，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。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该为此而负责。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。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，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。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，我承认，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，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，仅此而已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，我们的专横，我们的自负，我们无视他人，给他人带来的伤害。在这儿，我给大家道歉。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它不曾提起。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轻语之间，它来去不渝。我习以为常的宁静，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。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，挣脱着风和雨，晴和阴的诉说，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，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。那一片爱情的口中的云朵，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，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，在我们的天空